他们说我是中国最传奇的流浪犬，英国王室和总统都争着跟我合影留念。我的故事被印成书，译成诗，其中预言好莱坞要把我拍成电影，搬到荧幕上演。16年夏天，屏东连吉昂奔赴天山，这里荒无人烟，成为马拉松死亡路线。250公里没有 GPS， 没外援，自带食物，要在7天内穿越这路线。为了这场比赛，他准备整整3年，一旦倒下，不仅失败，还可能有生命危险。可意外出现在比赛第1天傍晚，一只脏兮兮的流浪狗在营地旁打转，周围的其他选手都对我视而不见。我跑到他跟前，兴奋地围着他转，但他说他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干，摸摸我的头就把我放到一边。可第2天的清晨，我就站在起跑线，我跟着他脚步，陪他一起跑向前。他很快地把其他选手甩在了后边，只有我还喘着气不掉队，也不多言。他说跑了多年比赛，从没被谁跟过，隔壁摊的流浪狗却如此的执着。他想看看我能跟着跑到哪一站，居然把并不多的水分给我一半。头紧要瘦小的身躯藏着惊人的毅力。他说既然在这相识，就叫我隔壁。我还记得被小荷兰猪去路，没跟上他，从不回头的他却掉头把我抱在怀里。他不再考虑冠军的得失，就在那一刻，输赢没那么重要，是隔壁教的第一课。125公里后，我倒在了荒漠，他把我抱上车，说3天后在终点等我。3天过后，他跑向终点，我不顾阻拦，带着伤痛陪他一起再冲向终点。虽然最后只拿了银牌，没能夺冠，却笑着说可比金牌更值得留念。他决定要领养我，把我留在他身边。但英国手续审核需要4个月时间，只好把我寄养，独自回国办手续。可手续还没办妥，就传来消息说我消失不见。远在英国的他听了消息后彻夜未眠，坐上最早的航班，印了1万张传单，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，从清晨找到晚，用不流利的中文问路人一遍又一遍。许多人劝他算了，但他坚信还能再见。直到第17天，有人说好像见过我出现。当他赶过来时，我还是像第一次见面，尽管伤痕累累，仍摇着尾巴扑到他面前。直到圣诞节后，所有通关手续都已完毕，41个小时辗转海陆空跨越万里。曾经流浪的小狗有了新家，有了陪伴，一段旅程让2颗心靠近，从此不再孤单。